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我一直认为，朋友之间的羁绊是最牢固的。人一生中会有无数个过客，唯有朋友能陪伴我们走过许多岁月。然而，那些熟悉的声音、熟悉的身影、熟悉的笑容，真的属于我们认识的人吗？还是某些不该存在的东西正在模仿、潜伏，试图与我们共处，甚至取代我们？有时候，当朋友深夜来电，请你过去一趟，你确定打电话给你的人真的是他吗？有时候，当你和朋友们聚在一起，你真的确定你们的人数没有错吗？有时候，当你与朋友对话，你能保证眼前的那个人依然是你认识的那个朋友吗？这三个故事都是我亲身经历，或者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亲口告诉我的。如果你有一群要好的朋友，那在看完这些故事之后，我希望你能再仔细确认一次，你们的数量真的对吗？凌晨3点，手机铃声刺破夜的沉寂，震得我的神经一阵紧绷。我迷迷糊糊地伸手摸过床头，屏幕上显示的名字让我的睡意瞬间消散，是阿正。他这么晚打电话来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。喂，我压低声音，嗓子还带着刚醒来的沙哑。哎，阿豪，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微弱，甚至带着一丝颤抖。你现在能不能过来？我皱起眉，怎么了？你不舒服？不是，阿正的声音更低了些，仿佛怕惊动什么似的。我觉得有人在我家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立刻清醒过来。你家有人闯进去了？你在哪？先躲起来。我待在房间里，可是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窸窣声，像是阿正动了动手机，又或是他在悄悄调整姿势。然后他压低声音说，我听见有人在客厅说话。可是他顿了几秒，然后语气透着诡异的颤抖。可是我家只有我一个人。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了上来，让我浑身泛起鸡皮疙瘩。我当即翻身下床，迅速套上外套，一边往外走一边说，等着，我马上到。骑车到阿正家只要10分钟，路上夜风呼啸，我感觉空气异常寒冷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暗中窥视着我。到了他家门口，我连按了几次门铃，但里面没有任何回应。房子里一片漆黑，窗户的窗帘也紧闭着，好像里面根本没有任何人。我又试着敲门，阿正，我到了，开门。里面还是死一般的寂静。我拿出手机，拨通了阿正的号码，电话响了2声，然后被接起来了，但没有声音。喂，阿正，你在里面吗？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细微的滴答滴答声，那声音很轻，但异常清晰，就像是水滴落在地板上。我心里升起一种诡异的不安。阿正，你在吗？你倒是说话呀！这时，电话里传来一阵微弱的低语声，你怎么这么慢？我愣住了。这声音确实是阿正的声音，可语气听起来异常僵硬，像是被谁强行挤压出来的音调，一字一读，毫无感情。而就在这时，门锁突然发出咔嗒一声，自己转开了。我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，门自己开了。我站在门口，迟迟没有踏进去，本能告诉我里面有些不对劲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伸手推开门，黑暗瞬间将我吞没。客厅里没有开灯，只有手机微弱的荧光照亮我的脚边。我抬头看了一眼，墙上的钟停在了3点15分，和现在的时间分秒不差。屋子里安静的可怕，我小心翼翼地往里走，轻声喊道：
阿正。默认回答。手机荧幕突然闪了一下，来电显示亮起，阿正。我的心脏猛然一缩。可是，电话不是已经接通了吗？那我刚才听到的声音是谁的？颤抖着，我按下接听键，电话那头立刻传来阿正惊恐的声音：“阿豪，快跑！那不是我！”就在这一瞬间，我听到耳边传来一阵异常湿润的呼吸声。那不是我的呼吸声，一道冰冷的气息贴上我的后颈，我能清楚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站在我身后，贴得极近，仿佛下一秒就会贴上我的耳朵说话。我的身体僵住了，脑子里疯狂响起警报，千万别回头。可是一种诡异的力量驱使着我，让我忍不住想看看身后是什么。我缓缓转过头，那是一张苍白到近乎透明的脸，五官歪斜，嘴角裂到耳根，眼睛却是死黑一片，正用阿正的声音诡异地笑着：“你怎么这么慢？”我来不及反应，他猛地扑向我，世界陷入一片黑暗。当我再次睁开眼，我已经躺在医院里，四周都是熟悉的消毒水味道。头痛欲裂的我转头，看见我的爸妈和几个朋友站在病床旁，脸上满是担忧。“你终于醒了。”我妈红着眼睛说，“你怎么会昏倒在阿正家门口？”我张开嘴，嗓子却干涩的发不出声音。“阿正呢？”我艰难地挤出一句话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然后阿威低声说：“阿正失踪了。”什么？我猛地坐起来，头却一阵发晕。我们也是今天早上才发现的。阿哲皱着眉，邻居说半夜听到你在他家门口摔倒，叫了救护车，可是警察进去后发现屋里一个人都没有。不可能，我激动地说，我当时明明……更诡异的是，阿威脸色发白，警察查了阿正的通话记录，发现他最后的电话只有你打给他的那通。我浑身发冷，怎么可能？那他半夜打给我的呢？没有人说话，空气变得异常沉重。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，是简讯。屏幕上显示了一个陌生号码，点开后只有短短的一句话：“你怎么这么慢？”手一松，手机啪嗒一声掉在地上，我只觉得背后一阵冰凉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站在我身后，低低地笑着。那年夏天，我们一群朋友计划来一场短途旅行，人数不多，5个人，刚刚好一辆车。阿哲负责开车，阿威坐副驾，后座是我、阿敏和小雨。目的地是一座山区的老民宿，听说环境不错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正好可以让我们放松一下。我们下午出发，路上欢声笑语，气氛轻松。等到了民宿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周围的空气带着些湿冷的潮气。民宿比想象中还要老旧，木造的房子，门口还挂着褪色的红色灯笼，随风微微晃动。屋主是一位年迈的老婆婆，她的背有些驼，脸上满是皱纹，眼神却异常锐利。她带着我们进门，交代了一些基本规则，语气带着几分奇怪的严肃。晚上10点之后不要开窗，不要数人，记住了吗？我们面面相觑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阿威调侃道：“什么叫不要数人？难道我们自己会突然多出来一个？”老婆婆瞪了他一眼，莫再多说什么，转身便走了出去。我们笑闹着走进房间，里面是传统的日式格局，中间摆了一张圆桌，正适合晚上玩游戏。整理好行李后，我们决定先玩几局扑克牌杀时间。牌局开始没多久，阿敏突然皱起眉，低声说：“等一下。”“怎么了？”我随口问道，一边盯着手里的牌。“我们5个人对吗？”
他这句话让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冷了下来。废话，当然是5个呀。阿哲笑了笑，但语气中带着一丝不确定。不然你以为我们多了1个人吗？阿敏的脸色发白，嘴唇微微颤抖。可是刚刚分牌的时候轮了6次啊！我愣住了，脑中飞快地回忆刚才的情况。每个人确实轮流出过牌，但现在低头数一数，坐在桌边的确实是5个人。你是不是数错了？小雨语气带着些许不安。我们就5个，怎么可能突然变6个？不，阿敏摇了摇头，我确定刚刚是6个人轮流出牌。他的声音颤抖，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桌下。我顺着他的目光低头看去，原本只是随意一瞥，却让我浑身一震。桌底下有一双脚正静静地踩在地板上，我的心脏几乎停跳了一拍。这双脚的皮肤异常苍白，没有穿鞋，脚趾细长，指甲泛黄且有些破裂。而最诡异的是，这双脚的摆放位置根本不属于我们5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。阿哲显然也看到了，他猛地站起来，椅子砰的一声倒在地上。靠，这是谁的脚？我们几乎同时弹起来，围绕着圆桌站着，目光死死地盯着桌底。但那双脚不见了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冰冷的气息，屋内的灯光仿佛暗了一些，四周的幕墙吱呀吱呀地发出细微的声音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地靠近我们。小雨的声音发颤，不是错觉吧？刚刚真的有一双脚在桌子底下。没有人回答。下一秒，灯光突然闪烁了一下，然后熄灭了。黑暗瞬间吞噬了整个房间。干！阿威低声骂道，怎么突然停电？我死死地抓住旁边阿敏的手臂，心脏狂跳，眼睛努力适应黑暗。屋内一片安静，没有人敢轻举妄动。然后我听见了咯咯咯的笑声，那笑声尖细而诡异，像是某种坏掉的录音带，时快时慢，时远时近。我能感觉到那声音就在我们之间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蹲在我们身边，对我们微笑着。阿敏颤抖的低声说，我们是不是5个人了？默人回答。黑暗中，一只冰冷的手突然从我的背后伸出来，搭在了我的肩膀上。我的血液瞬间凝固，浑身僵硬，仿佛时间都停滞了。我能感觉到那只手的温度异常冰冷，指尖死死地扣住我的肩膀，指甲尖锐，几乎要刺入我的皮肤。啊，好。那声音低低地在我耳边响起，音调诡异，像是刻意压低了声音，但那绝对不是我们5个人之中的任何一个。我忍不住尖叫出声，用力甩开那只手，踉跄后退，撞到了身后的墙上。就在这时，灯光猛地亮了起来，所有人都惊恐地环顾四周，桌子、椅子、墙壁都和刚才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异常。但我们每个人脸色都惨白如纸，呼吸急促，满头冷汗。刚才那是什么？阿威的声音都在颤抖。没有人回答。我们没有人愿意再待在这个房间里，连东西都没有整理，就直接冲出民宿，开车离开。当我们回到市区后，才发现时间竟然还停留在晚上10点，和我们进去民宿的时间一模一样。更诡异的是，我们的手机相簿里竟然多了一张照片。照片里是我们5个人围坐在圆桌前玩牌的场景，但在阿敏和小雨之间还坐着一个模糊的人影。那个人影的脸看不清楚，但苍白的脚正若隐若现地露在桌底下。没有人知道那是谁，也没有人敢再提起那晚的事。但从那天起，我们5个人再也没有一起旅行过一次，因为每次我们聚在一起，总会有人忍不住低声问一句，我们5个人对吗？
这件事发生在3年前。那天晚上，我正在家里打游戏，打得正起劲时，手机忽然响了起来。我扫了一眼来电显示是阿姨打来的。阿姨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，我们从高中就认识，一直关系不错。只是最近她工作很忙，联络少了很多，没想到这么晚会突然打电话给我。喂，我一边盯着游戏画面，一边接起电话。哎，阿豪，你现在有空吗？阿姨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对劲，带着一丝压抑的颤抖。怎么了？你能来我家一趟吗？这么晚，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快11点了，出什么事了？我觉得我家里有别的东西。我皱起眉，从阿姨的语气听得出来，她不是在开玩笑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看到什么了？不是看到，她的声音低了下去，使我觉得家里有另一个我。一股寒意瞬间窜上脊椎。你说什么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你来了就知道。电话挂断后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抓起钥匙出了门。阿姨家不远，开车过去大约20分钟。路上，我脑子里一直回荡着她刚才说的话，家里有另一个她。她是指有陌生人闯进去，还是……夜色深沉，我的车灯照亮前方的路，远处的高楼大厦在黑暗中静静矗立。我尽量让自己不去多想，但内心的那股不安却怎么也压不下去。到了阿姨家楼下，我停好车，抬头望向她住的那一层。她家的灯是开住的，但窗帘拉得紧紧的，看不见里面的情况。我走进大楼，按了门铃，门立刻打开了。阿姨站在门内，脸色异常苍白，黑眼圈深得可怕，像是好几天没睡觉。她的眼神闪烁不定，像是极度紧张的样子。你一按门铃，我就开门了，对吧？她死死地盯着我，声音压得极低。对啊，怎么了？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喃喃道：那个东西刚才才走进厨房。我愣住了，心跳顿时加快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阿姨颤抖着说：今晚我下班回来后，一切都很正常，我洗了澡，坐在客厅看电视，然后我听到门铃响了。可是当时我还没起身，门自己开了。然后我看见我自己走进了房子里。一股彻骨的寒意瞬间从脚底窜上头皮，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你开玩笑吧？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冷静，但我的手已经不由自主地握紧了门框。我发誓我没有在开玩笑。阿姨的声音颤抖得更厉害了。我亲眼看见另一个我，穿着跟我一模一样的衣服，动作也一模一样。她走进来后还对我笑了一下，然后转身走进了厨房。我一直不敢动，就这样盯着厨房，然后你的门铃就响了。我的脑袋一片空白，整个人僵在门口，眼睛不由自主地望向屋内的厨房。厨房的灯是开住的，但里面静悄悄的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你确定你刚才看到的不是幻觉？我咽了口水，声音有些发颤。阿姨嘴唇发白，摇了摇头。如果是幻觉，那门怎么会自己开？而且她猛然拉起我的手，把我拖进屋内，迅速关上门，压低声音说：我刚才趁她转身的时候，偷偷摸了一下她的手臂，那手臂是冰的。我的胃部一阵痉挛，忍不住想吐。这已经不是有人闯进家里这么简单了，这是另一种东西。阿姨咬着牙，我不敢发出声音，因为我觉得她好像还不知道我发现了她不是真的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压低声音问道，生怕惊动了厨房里的东西。阿姨刚想说话，突然厨房里传来了水龙头开启的声音。我全身僵硬，阿姨更是瞪大了眼睛，
嘴唇颤抖着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那东西还在厨房里活动，我们不敢发出一丝声音，紧张地盯着厨房的门口。然后，一个人影缓缓地走了出来，我的呼吸瞬间停滞。那确实是阿义，不是阿义，而是另一个阿义。他的动作很自然，像是根本没注意到我们在门口。他走到客厅，像阿义平时一样坐到沙发上，拿起电视遥控器开始换频道，动作和阿义一模一样，甚至还翘起腿发出满意的叹息声。我缓缓地转头看向阿义，他的脸色苍白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呼吸急促，像是随时会昏过去。他到底是什么？我颤抖着问。阿义缓缓摇头，声音轻得像蚊子。我不知道，但他现在坐在那里，他以为他就是我。我忍不住倒退了一步，压低声音，我们得离开这里。阿义点点头，深吸一口气，试图稳定自己的呼吸。但就在这时，沙发上的阿义突然停下了换频道的动作，慢慢的、缓缓的转过头来看向我们。他的嘴角一点一点地裂开，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。你们要去哪里？他的声音低沉而诡异，但语气、语调还有神情和阿义一模一样。阿义的呼吸猛地一滞，然后他用尽全力拉开门，拽着我夺门而出。身后，那个阿义发出了诡异的笑声，像是在嘲笑我们的挣扎。我们疯狂地跑下楼，直到冲出大楼，才发现身体都被冷汗浸湿了。从那天起，阿义再也没有回过那间公寓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恐怖小故事哦。也感谢各位新来的馆友们的订阅和赞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